各位乐活岁月的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我是郑豪。您或家中长辈是否每月看到手机账单要500-600甚至700多元，感到困惑又无奈，觉得可能就是这样？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政府为照顾长辈，规定电信公司必须提供月租费最低仅149元的专属优惠。若您现在月付499元，换成149元后，每月立省350元，一年就是4200元。这笔钱完全能让生活更宽裕快乐，这并非秘密，而是一种资讯不对等。电信店员常因业绩压力，优先推销高资费方案，却很少主动告知长辈有更优惠的选择。今天我就要帮您拿回这份应得的福利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会把申请条件、具体步骤等所有细节清楚地讲解给大家，让您听得懂、学得会、省得到。如果您也想帮自己或长辈减轻这笔固定开销，请继续往下看。我们马上开始。在带您去拿这个福利之前，我们得先做一件至关重要的事，搞清楚自己到底需要多少东西。很多朋友一听到便宜方案的一反应就是担心会不会不够用啊，换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上网了？这种担心我100%理解，但我们不能被感觉牵着走，要让事实和数字来说话。现在请您拿出您的手机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简单的健康检查。如果您用的是 iPhone， 请您点开桌面那个灰色齿轮图标的设定，进去之后找到行动服务，点进去，然后往下滑动，您会看到一个目前周期的数据用量，单位是 GB， 这个数字就是您这个月真正用掉的行动上网流量。如果您用的是安卓手机，比如三星、OPPO、小米、华硕等等，步骤也差不多。点开设定，找到网络与互联网或连接，进去后找数据使用量或流量管理，就能看到相同的数字。如果手机上看不太明白，没关系，我们有更简单直接的方法，找出您上个月的纸本账单，或者请家人帮您登录电信公司的手机 APP， 上面一定会清清楚楚写着本月数据用量，请您好好看看那个数字。如果您的月租费是499元甚至更高，但您的用量长期只有 2GB、3GB， 或者像很多长辈朋友一样，根本连 1GB 都用不到，那我必须用老朋友的身份跟您说句真心话，您真的当了太久的冤大头了。这就像一个便当，您明明只吃得下半盒饭、2样菜，但老板却硬要您用买豪华全餐的价钱来付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您说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？我们的退休金，我们的老本，都是一分一毫辛苦攒下的，更应该用在提升生活品质，让自己开心的地方，而不是白白补贴给不需要的虚胖资费。好了，当我们认清自己的实际用量后，接下来就是揭晓惊喜的时刻。林正豪要直接告诉您，中华电信、台湾大哥大、远传电信这3大公司到底为65岁以上的朋友准备了什么好礼。这个方案通常叫做乐龄方案或银发族专属方案，而且非常有趣的是，3家的月租费门槛出奇一致，都是每月149元。我们就来当一回精明的消费者，一家一家细细比较，看看哪一家的菜色最对您的胃口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中华电信。中华电信作为老牌业者，最大的优势就是信号稳、覆盖广。如果您住在郊区、乡下，或者平常喜欢往山里面、海边跑，中华电信的信号通常还是最可靠的，不容易出现圈外的窘境。他们的149乐龄方案内容是每月提供 1.5GB 的行动上网流量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对 GB 这个单位很陌生， 1.5GB 听起来好像很少，正好在这里给您一个具体的想象。1GB 的流量大概可以传送超过500万字的纯文字 LINE 讯息，相当于几十本厚小说，可以传送好几千张用手机拍的一般照片，假设每张压缩过，如果用来打烂的语音通话，可以连续讲上好几十个小时。所以您想想，如果您日常生活是在家连接家里的 WiFi， 出门去公园散步、买菜、看医生时，偶尔用手机回一下 LINE， 看一下天气预报，读1-2篇新闻文章，这 1.5GB 的流量其实是相当充裕的。除了上网流量，这个方案还赠送通话时间，
打给同为中华电信的门号，每月送30分钟；打给其他电信公司或市话，合计再送20分钟。对于大多数社交圈固定、不常需要常聊电话的长辈来说，这个额度已经非常实用。接着，我们看看台湾大哥大。台湾大哥大的乐龄方案同样是月租149元，但内容组合有点不同。它的上网流量给的更大方一些，是每月2GB，比中华电信多了 0.5GB。不过，它最厉害的杀手锏不在这里，而是在通话优惠上。它的方案是网内通话完全免费，这8个字价值连城，意思是只要您打给的对象也是台湾大哥大的用户，不管你们聊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甚至聊一整个下午，通通不收取任何通话费，完全免费。这对于夫妻俩都是同一家电信，或者整个家族、好朋友圈子大多使用台湾大哥大的长辈来说，简直是量身定做的福音。您可以随时和另一半、儿孙、老友畅所欲言，再也不用下意识地看手表担心电话费了。至于拨打往外或市话，每个月则赠送20分钟的免费额度。所以，如果您的亲密联络人大多用台湾大哥大，选这个方案就对了。光是网内免费通话的福利就值回票价。最后是远传电信。远传电信近年来在网络质量和速度上进步显著，都会区的表现相当不错。它的149乐龄方案上网流量和台湾大哥大一样，是每月2GB。在通话方面，它采取了一种化整为零的聪明设计，网内互打，每通电话的前3分钟免费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您打给同样是远传的朋友，每次通话只要在3分钟以内就免费，如果讲超过3分钟，超过的部分才开始计费。这对于习惯讲电话、讲重点，或者可以长话短说，讲完再重播的朋友来说，几乎也能达到接近免费的效果。同样的，打往外和市话，每月赠送20分钟。这个方案适合对流量有稍多需求，且通话习惯偏短、有效率的朋友。3家方案通通介绍完毕，正好帮大家做一个贴心总结。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形态对号入座，选中华电信。如果您最看重信号稳定，走到哪都有信号，或者您家中的宽带、固话也是中华电信，想要整合在一起图个方便，选中华最安心。选台湾大哥大，如果您的家人主要联络对象大多用台湾大哥大，而且您很喜欢，也需要经常和他们电话聊天，那网内通话完全免费，这个优势无可取代，绝对首选。选远传电信，如果您对中华和台哥大没有特殊偏好，居住地远传信号也不错，且喜欢它提供的2GB 流量，那远传也是一个非常实惠均衡的选择。无论如何选择，核心目标是一致的，将您每月不必要的数百元支出实实在在的省回自己的口袋。知道了哪家适合自己，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到底该怎么办理。这里面的细节和可能遇到的关卡非常多，很多长辈就是卡在这些环节，最后无功而返。正好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你们的行动作战手册，请仔细听好。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备齐证件，请务必记得要带双证件正本。哪双证？国民身份证和健保卡。健保卡至关重要，因为它是证明您年龄最直接、最权威的证件，上面的出生年月日一目了然，只带身份证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其他必要文件。这里有一个常见的情况需要处理，如果您的手机门号当初是子女帮忙申办的，登记在子女名下，那该怎么办？这时就需要办理门号过户，有2种途径，最省事，请子女带着他们自己的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印章，陪同您一起前往门市，先将门号从子女名下过户到您本人名下，因为优惠资格是认人不认号，必须持有人满65岁才行。过户完成后，当场就能申请转换乐龄方案。若子女不便陪同，可以请子女事先到电信门市索取一份代办委托书，由子女填写并签好名、盖好章，然后您带着这份委托书、子女的双证件及印章，再加上您自己的双证件，前往门市办理。虽然步骤多一步，但一样可以完成。第二步，选择门市与开场白。
建议优先选择各大电信公司的直营门市或大型的特约服务中心，服务比较规范，对方案也最熟悉。进去后先抽号码牌，安静等候，轮到您时，请您看着店员，清晰平稳地说出您的需求。你好，我想要查询我这个门号的合约还有多久到期，然后要申请转换为65岁以上的月龄149元方案。这句话非常关键，它直接表明了您是有备而来，不是来听推销的。第三步，也是最多人犹豫的关键，处理合约与提前解约费用。店员查询后，很可能会告诉您，阿姨伯伯，您的合约还没到期哦，如果现在要换，需要支付一笔提前解约费用。听到提前解约费用几个字，很多人心里就打鼓了，觉得不划算，干脆不办了。请千万不要在这个环节放弃。我们要学会算总账和未来账。我来举个实例，假设王伯伯现在的合约还有10个月才到期，月租费是599元。情境 A， 不换方案，继续履行原合约，未来10个月总支出等于599元，乘10个月等于5990元。情境 B， 选择提前解约，转换优惠方案。假设提前解约费用为1500元，具体金额请店员当场计算。换成149元方案后，未来10个月新月租等于149元乘10个月等于1490元，总成本等于提前解约费用1500元加新月租1490元等于2990元，省下的金额5990元减2990元等于3000元。您看，即使支付了1500元提前解约费用，王伯伯在未来10个月里仍然净省了3000元。而且10个月之后，他每个月都继续省下450元，599减149，这还没算如果合约剩更久，省下的钱会更多。所以，当店员提到提前解约费用时，请您一定要求他用计算器现场算给您看，比较继续履约和提前解约的总成本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提前解约转办乐龄方案都是更划算的经济决策。那笔提前解约费用就像是一次性支出，换来的是未来长期大幅的月支出减少，非常值得。第四步，应对店员的善意提醒与方案介绍。在办理过程中，店员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这样说，这个149方案流量比较少哦，您用惯了不限量方案，换过来万一超量被调整速率，手机会比较慢，您可能会不习惯哦。要不要考虑我们另一个叉叉叉方案，流量更多，只要399。这个时候，请您一定要稳住心态，坚持初衷。您可以礼貌而坚定地回应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不过我算过了，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家里的 WiFi， 出门用量不大，这些流量应该够用了。如果真的不小心超量，被调整速率也没关系，能传 LINE 打电话就好。我不赶时间，我还是决定办149这个方案。只要您表现出清晰的认知和坚定的态度，店员通常就会尊重您的决定。此外，店员有时会搭配介绍，现在办这个方案可以0元换购这只新手机哦，或者加购这个家电有特别优惠，请您一律微笑婉拒。我们的目标非常纯粹，单纯改资费，节省支出。那些0元手机或优惠家电的成本，往往以各种形式隐藏在其他费用或后续合约中，反而可能让您省了小钱，花了更多不必要的开销。我们只要最简单的那个149方案，其他什么都不需要。第五步，签字前的最终确认。手续办理到最后，您会拿到一份新的合约书或资费变更同意书。在签下您的名字之前，请务必戴上老花眼镜，仔细核对几个关键栏位，月租费是否明确写着149元或每月149行。合约期间通常是24个月2年，确认一下起期日期。方案内容、上网流量、赠送通话分钟数是否与您了解的一致。确认无误后，再郑重的签名。从您签名的下一刻起，您就成功开启了节省支出的通道。通常从下一个账单周期开始，您就会看到账单金额大幅下降。关于大家关心的速率调整问题，正好必须再花些篇幅详细解释，请大家安心。所谓流量用尽后调整速率，并不是断网，也不是手机坏掉。
电信公司通常会将速度调整至一个较低的基本速率，例如 128K 基点秒或1兆比特每秒。这个速度是什么概念呢？它仍然可以顺畅地收发 LINE 文字讯息，进行 LINE 语音通话，这些最基本、最重要的联络功能完全不受影响。它的限制在于，打开图片较多的网页会慢一些，传送大型照片或文件需要耐心等待，观看在线影片则会非常不流畅，基本上看不了。所以它保障了您的沟通无碍，只是限制了高速娱乐。对于多数长辈的使用需求而言，这已经足够了。更何况，只要我们稍加留意，善用遍布全台的免费 Wi-Fi 资源，如在便利超市、捷运站、图书馆、医院、政府机关，甚至许多公交车和咖啡馆里，都能轻松找到免费网络连接，从而将宝贵的行动流量用在没有 Wi-Fi 的户外应急时刻。如此一来，每月 1.5GB 或 2GB 的流量被用尽的几率其实非常低。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显著的节省数字，从499元降至149元，每月节省350元。这省下的350元能做什么？它可以是1周分量的新鲜水果和牛奶，可以是带孙辈去儿童乐园玩一次，可以买一本好书和一杯好茶，可以存起来作为老朋友的聚餐基金。一年下来节省4200元，这可以是一套不错的保暖衣，可以是一趟惬意的温泉之旅，可以是一部更清晰、更适合长辈使用的大屏手机。2年合约期，总共节省超过8400元，这已经是一笔可观的积蓄，能实现更多的生活愿望。我们长辈的财富是岁月和汗水积累的智慧结晶，理应被更珍惜、更精明的运用，让每一分钱都化为提升晚年生活品质的实实在在的养分，而不是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电信账单的数字里。最后，正好也想对晚辈们说几句心里话。如果您发现父母或祖父母仍在使用较高额手机资费，请不要忽视，这背后往往是他们对数码世界的陌生与顾虑。您的一次陪伴，一趟协助办理所带来的安心感远超金钱本身。当他们成功节省开销时，那份宽慰的笑容就是最好的回报。如果您正是那位乐于学习的长辈，正好由衷敬佩您。年龄绝不是障碍，只要按步骤来，您完全能自主掌握这份权益。若在办理中遇到困难，非常欢迎在乐活岁月留言，我会尽力为您解答。也请您将这份信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让我们互相提醒，帮助更多同龄人减轻负担，一起乐享退休生活。我是林正豪。若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留下省到了。您的互动是我持续分享的动力。记得关注乐活岁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